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随着12代酷睿的发布，不管是从低端还是高端，消费者选的大部分都是12代酷睿了。AMD 因为价格太贵了，且迟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品，选择的用户越来越少。之前 AMD 发布的针对入门市场的5500和5600，因为价格太贵，几乎没法对 i3-1110F 和i5-1240F 产生太大影响。不过4月14日 ，AMD 发布了锐龙7 5800X3D。号称是最强的游戏优，找了一堆人也在那边鼓吹着，所谓这是个最强的游戏优。很多人在英特尔出新品的时候呢，他也是这么说英特尔的。5800X3D 首发定价是3096元，比现在的5900X 和1270KF 的价格还要贵了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如何吧。首先简单说一下 5800X3D 的规格，相比于之前的 5800X，5800X3D 通过垂直堆叠的方式给 CPU 堆叠了额外的64兆3G 缓存，这样3G 缓存的总容量来到了96兆。但是作为代价 ，5800X3D 的频率低了2.2 GHz， 并且不能超倍频 ，BIOS 内也没有 PPU 选项，是开不了 PPU 的，只能默屏运行，几乎没有什么折腾的空间。可能是因为新技术的加持，需要更稳定的频率吧。上期前介绍一下测试平台，给5800X3D 搭配的主板是华硕的 TUF Gaming B50M Plus WiFi， 这款板子用料配置还是不错的，带个5900X甚至5950X都是可以的。和它作为对比的 CPU 是 i7-170KF， 搭配的是微星的 Pro Z690A DDR4 主板，内存还是之前使用的威刚荣耀 D60 3600C14， 因为 D5 内存还是太贵了，大部分用户还是选择 D4 为主。主板 BIOS 版本都是最新，打开 XMP， 并且内存都跑在1:1，也就是 Gear 1模式。两个平台用的散热器都是猫头鹰 U12A 黑化版，特显卡用的是3070 钛，并没有使用最好显卡去测试。考虑到这个价位的装机用户，一般也就是从3070到3080钛都有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系统盘是3星的 PM911 1TB， 临时加了一张 SN570TB 作为游戏的测试盘。系统版本是 Win11 21H2 和之前的一致。首先简单过一下理论的性能测试，那这个就基本不用多想了。i7 多出来的4个小核有着绝对的优势，各种跑分都要比 5800X3D 高不少。毕竟这次的重点不是理论性能，这里只是顺带提一下，和理论性能表现相似的还有实际的生产力测试。在 PR、PS 和 AE 的3项测试中，5800X3D 均和1270KF 有比较明显的差距。可以说，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需要多核心的强度化，基本上就不用考虑 5800X3D 了。烤机时候，这颗 5800X3D 温度90度，功耗118瓦，频率 4.225G， 完美继承了锐龙7的问题，在散热器上是众生平等的。那现在我们直接进入本次测试的最重要的环节——游戏测试。我们这次选择了6款网游、7款大型单机游戏来测试，测试全程开启 Resetable Bar， 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几款网游的成绩如图。CSGO 中 1270KF 领先的比较多，达到了700帧，而 5800X3D 只能跑到大概600帧。不过讲实话，这里100帧的差距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。彩虹6号的话，英特尔也是有优势的，平均帧的差距不大，最低帧 1270KF 这边高了几十帧。但是在吃鸡3极致画质下， 5800X3D 领先 1270KF 很多。不过英特尔这边的1%的最低帧要比 AMD 好一些。而 DOTA 2就完全是 AMD 的主场了，3070 钛搭配 5800X3D 就是能达到更多的显卡占用，而达成更高的帧数。英特尔平台下3070钛好像根本就不想动，占用率始终上不去。起初我们怀疑是小核心的问题，但是关闭了小核以后，帧数反而更低了。只能说威慑的游戏优化一直是个谜吧。接下来是守望先锋，这个游戏的帧数上限是400，我们采用了创意工坊的 Benchmark， 并不是画面完全一致的画面。所以我们还测试了3次取平均值，还是仅供参考。平均的差距不是很大，但是1%最帧方面还是1270KF 更稳定一些。最后一款网游是国产的逆水寒，这款网游居然更新了Benchmark，不过看的就是拿以前的 demo 改的，似乎和实际的游戏画面有些脱节。测试时候我们使用了最高配画质，选择 CPU 测试，1270KF 比 AMD 高了约1帧，但是最低帧就提升了不少。不过这个整个游戏的优化还是很垃圾，即使是 Benchmark 的卡顿现在也很严重，要重复跑几次才能获得相应准确的1%最低帧。另外，我们实际在游戏中手动跑了一下汴京虹桥上的帧数，1270KF 的平均帧和最低帧都比 5800X3D 要高一些，但是都只有60帧左右，并且伴随着肉眼可见的卡顿，游戏的体验很差。
也不知道国产武侠网游何时能够去做一下优化吧。在 1080P 网游方面，170KF 和 520x3D 可以说是打得有来有回，但总体来说还是 520x3D 小胜。接着我们测试了几款大型单机游戏，其中《极限竞速：地平线5》、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、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、《全面战争：三国》地铁离去这几个大型游戏对 CPU 性能相对不是那么敏感，帧数差距都不是太多。但是在德军总部新血脉和看门狗军团中，520x3D 跑出的帧数就比 170KF 要高了不少了。德军总部新血脉这边应该和 DOTA 2一样是迷之优化，显卡的负载它上不去，跑不满，导致帧数偏低。而看门狗军团应该是用到了大容量3缓的优势，帧数比 170KF 要高不少。总体说，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520x3D 表现比 170KF 略好一些，但是考虑到整个价位的用户使用的也都不是 1080P 的频率，所以说我们也加入了 2K 分辨率的测试。2K 分辨率下就基本使用最高画质的，因为这类玩家也不太会去差太多预算去购买高阶的显卡了。307形态甚至可以说都是低配了。来看一看结果，网游方面和 1080P 下的结果差不多。CSGO 和彩虹6号都是 170KF 优势，两个 CPU 在吃鸡中的帧数差距缩小了。170KF 的1%最低帧依然比 520x3D 高不少。在守望先锋中，英特尔平台的1%最低帧的优势也存在。逆水寒依然保持了一贯的垃圾优化，1080P 和 2K 分辨率下帧数都上不去。但 DOTA 2的优化真的迷，520x3D 在 2K 分辨率下的帧数甚至比 1080P 的帧数还要高几帧。而 170KF 的帧数劣势被进一步放大，可能真的是优化问题。毕竟显卡没办法吃满 ，DOTA 2这个游戏也不是很吃配置，但就是它显卡没有办法占用满。在单机游戏中，7款单机游戏在2K 分辨率和最高画质下无一例外全部表现出众生平等的样式，基本上都是55开的。那这个时候都是显卡的瓶颈了 ，CPU 性能都是完全够用了。功耗和温度方面，两款 CPU 在游戏时候的功耗差不多，都是60到80瓦的样子。古墓丽影：暗影部分场景的功耗会到100瓦，温度则是580x3D 更高一些。毕竟机热的问题还在，不过也就是70多度，频率也是跑满 4.45G 的。综合以上情况，那 AMD 的520x3D 确实是在部分网游和单机中有些许优势，不过优势主要集中在 1080P 分辨率下 ，2K 分辨率下其实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。除了 DOTA 2，大容量的3G 缓存确实能给游戏玩家在部分游戏上提供优势，但不是所有的游戏都需要吃这么大的3缓。AMD 直接就宣传 520x3D 是最强的游戏优是非常不妥当的。考虑到产品的售价和整个平台的售价，平台包括主板和 CPU， 那只能说 520x3D 这个产品做出来的话只是试试水的，可玩性和性价比不高。因为这个价格你可以换多核心性能吊打它的5900X了。如果说你是重度的吃鸡和DOTA 2用户，而且手头有现成的 AMD 板子嘛，获取升级一下子 520x3D 可能会获得不错的提升。但是为了它去配一台电脑就不是特别划算了，我个人还是推荐用更便宜的 170KF 的。目前不管是12代酷睿还是5000系锐龙，相比首发价格都便宜了不少。那这个 520x3D 更多意义上还是一种面子工程吧。AMD 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去应对一下英特尔的12代酷睿，然后再找一些收钱办事的人称赞一番，以便有人真的信以为真去花钱购买。那今天节目到这里，不知道看了我们的测试，你是否会去购买 5800X3D 呢？那我们这个东西还要出二手，不知道要亏多少钱呢？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， 你们点赞对我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潮玩课 CLK”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我们淘宝店潮玩国度数码，或者淘宝搜商品潮玩课。这是潮玩课，我是建哥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